我原来想整个巴黎装满空调，是不是很大胆？整个巴黎啊，装满空调，就这个巴黎，就完全是这个巴黎，装满空调。我最早在河南的时候，跟所有乡亲说的都是装满空调。哇，所有乡亲啊，你们铁柱啊、拴狗啊，他们所有人很兴奋，村长他们很兴奋，自带空调，一直说的是自带空调，我们一直在做装机的准备。所以当时跟乡亲们说的，我说你们自带空调，或者说只要你们包邮空调，2匹到2匹半。他们说为什么？我说很简单，我每天开2次，一次开12个小时，埃菲尔铁塔降温，塞纳河降温，卢浮宫降温，凯旋门也降温，我降10天，20度，我目标达到了，空调矩阵啊，巴黎就凉透了，我挂空调，那10天就够了。然后后面10天降温，降温，遥控降温。我说只要你们20天，咱们就完成任务。哇，所有乡亲都觉得太厉害了，挑战性太大了，一点都不能错呀。但是后来我还是放弃了，你知道为什么？我研究了大量的天气预报的记录，还有一些老专家的口述，还有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呀，一些实验性的全球变暖的、成功的、失败的都看过。我就看研究，我就一直下不了决心。其实前几年的时候，我一直想做一个常识性的空调矩阵，后来也没做。你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当然这是一个专业的问题啊。简单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天凉，就是天凉。因为这个巴黎夏季啊，天凉没有办法。巴黎奥运会终于开始了，开幕式上一个节目有亵渎基督教的嫌疑，遭到了全世界基督徒的谴责。主办方呢迫于压力，在会后把这个完整的开幕式视频从他们的官网上下架。这件事情在中文互联网也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所有人共识的结论是，法国要完犊子了，法国就此陨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法国就是太自由啊，就是这种自由造成了法国今天的陨落。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就是蒸蒸日上的大国典范，这一点从我们的代表团出征就能看得出来。不仅装备齐全，而且阵容也很豪华。就在奥运会前夕，传说中国代表团出征巴黎的时候，自带了空调、床垫，还有餐具和厨师。虽然说整个赛程只有20天的时间，但是我们的装备如此齐全，显然是做了1-2年的打算，主打一个财大气粗。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阵容也非常的豪华，716人的团队，其中有405人是运动员，剩下这300人呢，应该就是教练员以及随队的医生。其实这个运动员团队还不算什么，光我们央视的报道团队就去了2000人。2000人是什么概念？2000人如果住标间的话，也得1000间房子。你看，装备齐全，阵容豪华，你还说这不是大国典范吗？其实我在奥运会开始之前，本来是打算做一期节目的，后来查了一下资料，在 B 站去搜索了一下，前5个视频，其中不乏有播放过100万的，所有的博主都在吐槽这一届巴黎奥运会筹备的不怎么样。奥运村里不仅没有装空调，而且床还是纸板床啊，连一泡尿都经不起。还有就是塞纳河里面竟然有粑粑，而整个巴黎呢也很懈怠，就像一个大工地一样，什么都没做完。后来我又查了一下，说是这一届的巴黎奥运会和上一届的东京奥运会实际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提倡环保主义，所以那个床呢就用了可再生的纸板床。而之所以不用空调呢，是因为他们设计了一个房间的水冷系统，从塞纳河里面抽出来这个水，在房间里面去循环，达到降温的目的。其实我们从开幕式那个场景里面也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的摄影机都在雨里淋着啊，我们看到的镜头都很朦胧，大概也能猜出来巴黎的温度并不高，而且我们在自己手机上也可以查到巴黎的气温。我查了一下，早晚还是要穿外套的那种温度，其实是很舒适的。不过那些播放高的 UP 主好像不太在乎环保这件事情啊，他们认为环保就是抠门没钱。其实这个法国人吧，对于奥运会是真没什么兴趣。比如说今年2月份传出来一个新闻，说是巴黎的警察都上街游行了。警察上街游行，在我们听来都是天方夜谭。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巴黎的市政府要求所有的警察在奥运会举办的这个期间需要去执勤，然后所有警察就不乐意了，说我们本来每年的7、8月份就是警察休假的集中的时段，你不让我们休假去加班，我们的孩子谁照顾？最后呢，警察工会就带着所有的警察上街去游行。
行了。游行了2天之后，法国的内政部就被迫妥协，跟警察工会达成了一个协议，所有在巴黎奥运会期间执勤的警察都可以得到1900欧元的奖励，并且在奥运会的前后可以额外得到10天的带薪休假。还有就是2024年，全球多个国家都进入了大选年，法国也不例外。就在筹备奥运会的这个时间段，也就是差不多6月底到7月初的这个时间段，所有的法国人都在忙着投票选他们的总统，所以哪来的时间去筹备奥运会呢？因为你想啊，一张选票可能影响着未来5年的生活，可是这个奥运会加上残奥会一共才20多天，孰重孰轻啊，对不对？还有一个不待见的原因，就是这个奥运会吧，它确实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买卖，成本非常高，它还不赚钱。据说这次巴黎奥运会最初申办的预估费用大概在60亿欧元，可是现在已经花到了110亿，超预算将近1倍。这么大规模的投入，按照巴黎这次奥运会的表现来看，能盈利可能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有一个数据是说，主办方的国家需要拿出全年 GDP 的1%才能办得起一场奥运会。那么按这个数据的话，全球目前能办得起奥运会的国家不超过20个，再加上国际奥委会近年来传出的一些贪腐的丑闻，所以导致目前全世界申办奥运会的国家越来越少。那么有人会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花得多，你赚的会更多呀。其实不然，根据统计，2000年以来的所有奥运会，其实只有悉尼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是盈利的。悉尼奥运会盘活了澳大利亚的旅游业，北京奥运会盘活了全中国的房地产。所以我们中国人在奥运会这件事情上，一方面是财大气粗，另一方面呢，我们曾经获得过成功。所以看后来的每一届奥运会，其实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伦敦办奥运会的时候，我们说人家小家子气；里约办奥运会的时候，我们说他蚊子多；东京奥运会的时候，说人家太阴间；到了巴黎奥运会，直接不装了，说这就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这就有点像什么呢？你自己没生孩子之前，你看全世界的孩子都觉得可爱；一旦自己生过孩子之后，你看谁家孩子都觉得好难看。孩子还是一样的孩子，唯独大人们心里多了一份过来人的爹味儿。爹味儿是什么呢？爹味儿就是与其提升自己，不如批评他人。我在看自媒体解读视频之前，就看了整场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怎么说呢，还是挺感动的啊。比如说一开始的那个《刺客信条》的目标人物，在房顶上跑酷去传递那个奥运的火炬，我就觉得这个创意哇，真的太棒了。大家可能也听说了，巴黎圣母院在2019年的4月16日失火，大火烧了整整16个小时，整个哥特式的塔尖全部焚毁，只剩下了底下石材结构的主体部分。火灾之后，官方筹款8亿多欧元进行修复，可是这个修复呢，困难重重，因为这个建筑已经建起来将近1000年了，根本就没有图纸。而且呢，建造哥特式建筑的这些老工匠也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已经陨落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刺客信条：大革命》的制作公司育碧工作室传来了好消息，是说他们这个游戏在开发的时候，育碧的工程师曾经花了2年时间，在游戏当中复原了整个巴黎圣母院的全貌，复原的程度可以细致到每一块石头。就这样，育碧工作室不仅贡献了巴黎圣母院复原的参考图，还顺便捐了50万欧元，用作后期的修复工作。可以想象的是，本次开幕式《刺客信条》的创意算是对育碧工作室的一次回报。其实说起来还是挺神奇的，因为我们这代人是玩着游戏长起来的，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所有人都会告诉你玩物丧志啊。所以就造成了我们对于游戏又爱又恨的一种态度。很难想象有一天游戏里面的故事和场景，它可以反哺和回馈现实。接下来是这个跑酷。跑酷这项运动一开始并不酷，而是用来躲避灾难的。在1902年的5月份，法国的马提尼克岛爆发火山，造成全岛3万多人丧生。离奇的是，岛上有500名法军战士成功逃生。后来法军通过这个案例，开发出一套训练方法，专门用来建立人的自我运动能力，以此提升对抗自然灾害的力量。再后来到了千禧年，法国有一个叫大卫贝尔的人，将跑酷这项运动发扬光大。著名的法国电影《暴力13区》，大家可能也都看过，其中的主角就是这个大卫贝尔。我看到有一些自媒体把巴黎圣母院叫做巴黎娘娘庙，是说这个娘娘庙已经着火5年了，你们修了5年时间还没有修好，你们这个资金能力和基建速度也太拉胯了，是不是真的没钱了呀？我想说，我有一个朋友2019年买了一套房，到今年正好5年了，他还没有拿到钥匙，他也住不上，也没有人管他，而且他还还了5年贷款，也确实是没钱了。开幕式里面还有很多关于艺术、关于电影的致敬和表达，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咱们主要来说说几个比较有争议的点。第一个呢，就是巴黎这场奥运会摒弃了传统的体育馆内部的模式，转而把整个巴黎看作一个非常巨大的舞台，它在里面呈现了非常多巴黎的街景啊、
著名建筑以及历史非常悠久的城市景观。这种把整个城市当做一个舞台，本身就是一次非常大胆的创新。那么它带来的不足呢，也显而易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那个拍摄的时候，机位没有达到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完美的程度。再一个就是丧失了一些庄重感，毕竟在体育馆内部，不管是音乐还是表演的难度都要相对小一些。可是，在室外呢，这种庄重感和统一性就会被冲淡。可是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为什么非得有庄重感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至于中国网友所说的那种杂乱无章和舍不得花钱，其实就是对于这种庄重感的痴迷没有得到满足。而庄重感呢，大部分又来自于集体主义。第二个比较有争议的点是大家对于性少数群体和元素的反感。我们对于这个事情从来也没有正经的讨论过。但是我没想到的是，在中文互联网上，这个话题被讨论起来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在说性少数群体就是变态，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底线，不能让我们这个民族堕落下去。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还挺不能理解中国人这个想法的，因为你想啊，就每一个社会里面，性少数这种群体肯定都是存在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里，除了性以外，任何事情都可以让我们变成少数。所以，当你是少数的时候，别人怎么看待你呢？你仔细想想。好，我们回到主题，法国这个国家呢，在争取 LGBTQ+ 权利的这个领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从革命时期的除罪化，到现代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以及各种电影当中的文化表达，始终充满着多样性和包容性。尽管这个事情在全世界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争议，但是法国一直都走在前面。如果用艺术的审美去评价的话，那个3人行进房间的桥段，恰恰是在致敬《西蒙·巴黎》这部电影，而且里面还展示了诸多的文学作品。在我看来，只有一点不足，就是他演员的颜值不如《西蒙·巴黎》里面那么高。还有一个点就是庆典那一个段落里面，大胡子的女装大叔在那里热舞。说实话，这个场景还是挺抽象的。但是仔细想一想，这个大叔一段热舞下来，同时解构了男性和女性，甚至还解构了性少数，因为他就是性少数里面的少数。我对于这段节目的主观感受并没有什么好恶，只是觉得他对于 LGBT 的展示非常的有价值。大家都说法国是真正的革命老区，他以前呢探讨社会制度的可能性，现在呢又开始探讨人类关系的可能性。第三个比较有争议的点就是亵渎基督教，模拟最后的晚餐。我对这段节目也很不满，因为这个颜值吧确实不在我欣赏的范畴之内。其实法国人嘲讽基督教这个事儿从启蒙时代就开始了，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雨果因为他的悲惨世界和教会之间见天打嘴仗，以至于后来法国在做人口普查的时候问雨果，你是不是天主教教徒？雨果说，我不是，我是自由思想者。可是中国的网友因为人家调侃基督教这件事情特别的愤愤不平。我印象中上一次大家觉得被冒犯还是别人说山东不好、河南不好、重庆不好、陕西不好的时候，感情几天不见大家都信教了，大家都觉得被冒犯了吗？除了中国网友之外，也看到一些西方的保守派的基督徒觉得这次开幕式这个节目亵渎了上帝。但是这个事儿吧，它其实就是一个历史常态，而且法国在拆毁天主教基石这个伟大事业上也没少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就像雨果说的那句，宗教将会消失，但上帝仍然存在。其实法国人在解构这件事情上也是有轻重缓急的。这2年不是一直也有人在说，法国因为接受中东难民的事情，有可能在某一天就被伊斯兰化了。这个在我看来还真有可能，因为法国这个国家在亵渎和解构这件事情上一直都是欺软怕硬的。换句话说，他只会挑软柿子捏，欺负天主教那些文明人，但对于红绿这2个事儿总是视而不见。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只看开幕式的话，你不觉得解构和亵渎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好玩吗？那些庄严的宏伟的意义，在我们玩闹之下，他们原本对于人的规训就轰然倒塌了，消失了。我说到这儿，大部分对于法国不是很了解的人，是不是觉得从来没有认识过法国？法国这个国家真的好神奇。其实呢，我们对于法国最早的一些认知，就是说法国很浪漫啊，法国泡妞特别好泡。我想说，这也是一个误解。其实浪漫这个词儿吧，它一点都不浪漫，并不是什么温润如玉的好词儿，而是一种血与火交融的主义。而我们所说的这个浪漫，实质上是一个合制的词汇，也就是日本人根据 romantic 音译过来的一个词汇，我们就直接拿过来
来这样用了，后来用着用着就变成了男欢女爱之间的一种形容词儿。所以这种词汇的流转，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我们对于浪漫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不太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 romantic。浪漫主义注重情感，个人主义提倡自然天性，对科学和工业持怀疑态度。它是对工业革命和启蒙时代的反思。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强调演绎推理的绝对性，而浪漫主义则强调直觉、想象力和感觉。换句话说，真正的浪漫主义既不是自由发挥，也不是完全精确，而是位于两者中间的点。就是跟着感觉走。就好比你并不了解性少数，也没有因为别人说什么就说他们是变态，这就很浪漫，因为你已经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气。那最后一个争议的点就是那个光着身子就像蓝精灵的狄奥尼索斯，大家都在调侃这个角色，甚至把《西游记》里面的截图都放出来了。其实可能大部分人没有搞清楚这一段表达的意思，它的核心意思都在它的歌词里面。当你光着身子的时候，枪要藏在哪里？哪里？我知道你在想哪里，但那不是个好主意。当你光着身子时，不再有富人和穷人。对，不管是瘦的还是胖的，我们都是光着身子的，是吗？像我们出生的时候那样生活，裸。像我们出生的时候那样生活，裸。在希腊神话当中，酒神狄奥尼索斯是宙斯和凡人的私生子，是模糊人与神之间边界的象征。狄奥尼索斯之所以被称作酒神，就是因为他用混沌对抗秩序，用融合对抗边界，用疯癫对抗冷漠。我觉得这个节目很疯癫，可是我们嘲笑他的人却很冷漠。我觉得以上这些有争议的点，才是这次巴黎奥运会的一些有价值的地方，因为只有法国人才有这样的勇气，把一场奥运会办得人神共愤，而这种解构和调侃的勇气，恰恰就是法国人的 romantic。最后再来说一下中文互联网当中对于巴黎奥运会的敌意以及一些反制的信息。第一个呢，就是那个扮演耶稣的胖姑娘，有人写文章或者发视频嘲笑这个姑娘很胖，都开始人身攻击了。完了推导出来说是西方的一些资本家制造玉米糖浆，把西方的人养得白白胖胖，就是为了从他们身上赚取高额的利润，甚至为此还虚构出了一个什么玉米糖浆的制糖巨头。第二个呢，就是变性人，他们虚构出来一个变性人产业链，意思是说后面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医药代表集团在从中操纵这件事情，去引导那些未成年的孩子，让他们变性，让他们变成自己产业链上的一份子。完了，他们把这些阴谋论打包在一起，就说这些东西都是西方那些白左给全人类制造的阴谋，要不了多久，我们中国也就沦陷了。所以你看看西方的这个政治正确，有多可怕！这些人可真逗，以前见天盼着西方乱，现在又害怕政治正确把西方搞乱，真的好分裂呀！你就让他乱呗，能怎么着呢？大乱底下好乘凉嘛。最后我来给自己打个广告，除了西方人的政治正确，咱们中国人也有自己的政治正确。我就做了2期有关中国人的政治正确，就在进退系列的列表里，欢迎大家查找收看。如果喜欢这期节目，请帮我点赞、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